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飞控的固件提前给它刷进去，然后烧写进去，然后参数也给它刷进去，然后进行一个飞行前的安装。然后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地面站1.7版本的地面站，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参数呢，因为我这参数是提前调好的啊，调好的话，现在新固件的话，它有个问题就是，新固件的话，它的一些和老固件的一个参数的名称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因为这个参数还是以前的老参数，所以说我要刷到4.0版本以下的一个固件啊。这边我们选择科目口，然后这个波特率选择115200、1152200啊，然后不连接，然后这边这个硬件配置里面然后从网页下载。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我不从网页下载的话，这边下载的它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固件，现在固件已经更新到4.17了啊，所以说我要下老版本的固件4.09的，然后这边进来过后选择我们的固定页，再进来这边选择我们对应的版本4.09。这边是别人他们的一个定制部件，然后我们选择通用固件V3，我这个飞控是 V3 的，然后再进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载它 APK。好，现在我们就加载自定义固件，然后我们是对应的刚刚我们下载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等一下，跟它的提示，然后一个进度条，你现在正在烧写固件。我们烧写完了，它再进行一个启动。好，现在启动完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连接。然后连接完了，我们就是烧写完固件，就是我们先把参数给它刷进去。这个一定要就是先刷参数后校准加输出器啊。然后我们进到全部参数列表里面这有个软件配置里面里面全部参数列表。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把我们之前调试好的参数这是我先对比，然后这么加载进去，调试好了参数，然后给它加载进去。写入，那个写入比较慢就多等一会儿。然后我们现在刷的第一遍参数里面呢 ，Q 杠的参数 ，Q 杠开头的参数就只有一个就是把多选域打开。现在我们刷的都是固定的一个参数。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刷完了过后，要不然是重启一下飞控，要不然就是点一下刷新参数，要不然就重新连接一下，然后就把多选域的一个参数全部就都可以加载出来。好，现在我们要不然是重新这个刷新参数，要不然就重新断开连接一下。我的习惯就是重新连接。
你重新连接的话，参数获取的比较快；你刷新的话，它刷新也比较慢。重新获取，你看这现在 Q 下划线的一些参数就基本的出来了。我们再对比看一下，好，这我们很明显可以看见这些多旋翼的参数就出来了，因为才把多旋翼参数给打开。啊，这个时候我们也全部给它加载进去。这刚刚点的都是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是干不进去的一些参数。反正我们主要的就是把我们固定的一些主要参数和多旋翼的主要参数给刷进去，那其余那些版本啊那些玩意儿我们都可以不用管它。好，这些是一些 ID 啊，我们不用管它，因为 ID 本来就不一样，加速的那个MU 上面加速度计上面的一个 ID。然后这些 ID 值肯定序号都不一样，你都可以不用管它了。好，然后现在我们参数刷完了，然后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校准加速度计，就是一定要先刷参数后校准加速度计，因为你刷参数的时候就很容易的把那个上一架飞机的那个加速度计的值给刷进去，所以说我一般都是全部刷进去的啊，刷进然后再进行一个校准，也可以把以前的把它给覆盖掉。然后加速度计放水平，啊，这里点击完成水平放置了。好，现在向左，向右。然后头朝下，头朝上，然后最后一个背部朝下。好，完成。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正常的。现在的也可以大致校准一下水平。好 ，OK 的，基本上在0度左右啊，基本上接近0度啊，横滚和俯仰都是接近0度的啊，所以说我们，然后这就是我们安装前要把固件给烧写，然后参数给刷掉，然后再进行一个校准加速度计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了。